很多人都说资产配置很重要，但其实了解总经，并在对的时机做对的投资更重要。相信你都看过孔明借箭的故事，如果没有顺到东风，就没有这段有名的故事。投资也是一样，如果东风不吹，你硬着头皮要上战场，肯定会伤痕累累。因此，在对的时机投资对的商品，肯定是你投资之前最重要的事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精锐居居，陪你成为智慧型投资人。这个频道是有关于分享投资理财，让你增加被动收入的频道，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上一个视频我们大致介绍了市场上的所有投资工具，这一集我们要来了解各种投资商品在4种不同景气循环下适合的投资时机，在对的时机投资对的商品，你才能用最轻松的方式获利，事半功倍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景气循环的4个阶段。这张图表的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景气。我们会分成4个主要的阶段：1. 扩张期，2. 趋缓期，3. 衰退期，4. 复苏期。这4种时期代表着什么呢？让我们一一来为大家说明。1. 景气扩张期。景气扩张代表着经济成长，经济活动频繁。这个时期通常薪水、花费、就业都跟着增加，伴随着来的则是生产力以及销售都跟着增加。此一时期因为薪水的上涨，通常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哦。2. 景气趋缓期。景气趋缓期通常当国家 GDP 达到一个高峰值，不再超过那个高峰值，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景气趋缓期。此一时期通常成长开始趋缓，起因主要是工厂扩产过快，导致供给过高，或者是资金偏紧，而导致投资力道开始减弱，消费持平，甚至开始减少。3. 景气衰退期。景气衰退目前还没有标准的定义，目前最多人用的定义是国内 GDP 生产总值连续2个季度下降，此一时期通常薪水、花费、就业都跟着减少，伴随而来的则是生产力跟销售也跟着减少。政府往往为了不让景气持续衰退而大量印钞来救市，台湾的消费券、5倍券就是印钞的一种方法哦。4. 景气复苏期。景气复苏则是 GDP 从谷底回升，此一时期通常因为过去衰退的低基期，导致企业获利、就业快速的增加，而复苏期也通常是资金较为宽松的时期。景气在扩张期适合的投资商品有成长型股票以及原油。成长型股票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，如高科技股、高需求股，举凡营收、净利、EPS 大幅成长等的股票，都是此时期最好的投资选择。原油是景气多头末端最好的投资商品，此一时期通常经济会非常热络，造成所有东西都涨的通膨概念，如房价、股市，任何食、衣、住、行会用到的所有物品。如果在资金过度宽松的情况下，资金的热潮将导致原油在此时期疯狂的大涨。相反的，如果原油不再大涨，则代表未来景气可能出现了问题。2. 景气在趋缓期。景气在趋缓期适合的投资商品有政府公债、美金，还有放空型金融衍生性商品。政府公债是指政府财政部门或其他代理机构为筹集资金，以政府名义发行的债券，除非发行公债的国家破产，否则借钱给国家是风险极低的一项投资。它虽然只有比定存高一点点的利率，但当股市达到高点时，它反而是最佳的避风港。2. 美金。在台湾股市达到高点时，往往因为资金效益导致台币大涨，进而导致美金贬值。而股市如果因为经济衰退而下跌，美金通常会因为避险的需求而跟着大涨。但是在这边要强调，这要在美元还是全世界
最领先的统一领导地位。如果你在看这个影片的同时，美元已不是全世界的领导地位时，美金就可能避险的需求就会降低。3、期货以及选择权。在趋缓时期，股票可能都会开始回落，有一部分的资金就可以选择放空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，像是期货、选择权等来进行避险的动作。接下来我们讲经济衰退期。经济衰退期适合投资的商品有定存、放空型商品以及债券。首先我们讲定存，钱存银行是最保守的投资，不容易出现亏损，而又以美金为最佳的避险货币。第二种是放空型商品，放空型商品包含放空型 ETF、放空期货及选择权。放空型 ETF 最经典的当然就是台湾的元大 T50 反一，但所有的放空型 ETF 都有个特性，就是 ETF 拿投资人的钱再去放空期货或者选择权，因为有转手的关系，所以会收很大的一个管理费，不适合长期投资。放空期货以及选择权则具有高杠杆的特性，它杠杆通常超过20倍，所以资产配置上建议以不超过 10% 为原则。接下来是债券，债券在经济衰退时很容易成为比定存更好的选择之一，其原因是除了能保值，还能够对抗通膨，但前提是要挑高平等的债券，而最高平等的债券就是美国政府公债。最后还有一个在衰退末期适合投资的商品就是黄金，因为衰退的末期通常会开始撒币，而撒币就会导致黄金是很有可能升值的一种商品哦。接下来讲景气复苏期。景气复苏期适合的投资商品有很多，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可以投资，如房地产、价值型股票、股票型基金 ETF、虚拟币等等等。巴菲特说，别人恐慌时我贪婪，只要是衰退谷底买进资产，基本上你都会赚钱，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。接着我们整理了4大不同时期你应该投资的商品，现在你可以按下暂停按钮，把所有的投资商品适合的投资时机给笔记下来，等到下次你在投资时，先确认东风吹了没有，再进行投资，肯定能跟孔明射箭一样百战百胜哦。上次我在频道内询问全球景气处在哪个时段，有 71% 的朋友们都投票属于趋缓期，这也显示长期关注此频道的您肯定都是相当有智慧的，但我认为这边的全球可能目前应该是以美国为主更为精确，因为全世界的经济龙头也许正在转换也说不定，你觉得呢？也许你并不是在视频上架的当下看到这段影片的，你晓得现在的我们处于哪一个时期吗？我们又该投资什么商品好呢？欢迎聪明有智慧的你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以上就是这个影片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及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次的影片内容哦。我是精锐居居，陪你一起成为智慧型投资人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